一艘价值上百亿美元的核潜艇潜入深海数百米，一待就是90天，艇上将近150个人，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空气，更没有任何外卖小哥能送餐到你家门口。核反应堆可以跑20年，不用加油，电解装置能把海水变成氧气让你呼吸，淡水净化系统每天能生产上万加仑的饮用水。换句话说，这艘钢铁巨兽什么都能自己造，唯独有一样东西它造不出来，那就是食物。没错，决定一艘核潜艇能在水下待多久的，不是燃料，不是氧气，不是淡水，而是冰箱里还剩多少肉。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荒谬？人类最顶尖的军事科技居然被一个最原始的问题卡住了脖子，吃饭。所以今天我要带你走进核潜艇上最神秘的部门，不是核反应堆舱室，不是鱼雷发射管，而是那间比你家厕所还小的厨房。我要告诉你，在这个大约3米乘4米的狭小空间里，几个厨师是如何每天变出4顿饭，喂饱150张嘴，一连撑3个月的。更重要的是，我要告诉你一个潜艇界公开的秘密，在水下90天，你最不能得罪的人，真的可能不是艇长，而是厨师。让我们从出海前那个疯狂的日子说起。一艘核潜艇全长大约100米，宽度不到12米，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根巨大的钢管，在这根钢管里塞满了核反应堆、鱼雷管、声纳系统、导弹发射井、各种精密仪器，以及150个活生生的人，留给厨房和食物储存的空间少得可怜。可是你知道吗？一次90天的部署需要装载多少食物？答案是大约 1.8 万公斤。1.8万公斤，你没听错，将近20吨的食物要全部塞进这根本来就已经挤得水泄不通的钢管里。这是多少呢？大概相当于每天消耗200多公斤的肉类，25公斤的米饭，烤25条面包，再加上500块饼干。问题来了，这么多食物往哪里放？答案令人瞠目结舌。除了冰库和冷冻柜之外，潜艇上几乎每一个能塞东西的角落都会被塞满食物。走廊里堆满了10号罐头，就是那种餐厅用的超大号罐头，里面装着面粉、蔬菜、水果和咖啡。罐头在走廊两侧堆成一层，上面铺上合板或硬纸板，然后大家就直接踩在上面走路。没错，你踩的地板底下就是你明天的晚餐。潜艇兵们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来形容这个过程，叫做吃出一条路来。因为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罐头被一罐罐消耗掉，走廊的地板会慢慢降低。出海第1周，你可能得弯着腰才能通过某些通道。到了第3个月，地板终于回到了正常高度。你在3个月里一口一口地把自己脚底下的路吃平了，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创意的储物方式之一。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有些潜艇上备用的鸡蛋会被一颗颗裹上蜡封存，然后塞进紧急逃生舱口。没听错，就是那个万一潜艇沉没，全体官兵靠它逃命的舱口。平时不用的时候，它就是个鸡蛋仓库。这种做法听起来很疯狂，但经过蜡封的鸡蛋可以保存60天不变质。在寸土寸金的潜艇上，任何1立方公分的闲置空间都是不可原谅的浪费。装货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后勤大战，所有食物都要从一个比井盖大不了多少的舱口送进去。150个人排成人链，一箱接一箱，一袋接一袋的往下传递。整个装货过程可能要持续好几天，而且顺序极其讲究，因为你必须确保最先需要吃的食物放在最容易拿到的地方，最后才吃的放在最深处。如果装货顺序搞砸了，会发生什么事？有个经典的潜艇恐怖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某艘潜艇的补给军官把冷冻库的食物顺序搞错了，结果挖到某一层的时候，发现剩下的全是秋葵。整整好几天，全艇150个人，早餐秋葵，午餐秋葵，晚餐秋葵，宵夜还是秋葵。据说那次之后，那位补给军官再也没犯过同样的错误。好，食物装好了，潜艇下潜了。接下来就是厨师们登场的时刻。在核潜艇上，负责伙食的人有一个正式的军事职称，叫做烹饪专家，英文缩写 CS。但千万别被这个听起来很文雅的名字骗了，这些人可不是什么穿着白色高帽优雅的挥动锅铲的大厨，他们是在一个大约3米乘4米
最多不超过3米乘4.5米的空间里操作2台烤箱、1台油炸锅、2个大型炖锅和1块煎台，每天制作4顿饭，每顿喂饱150个人的超级战士。3米乘4米是什么概念？大概就是你家卧室里衣柜加床头柜那块区域，你在那个空间里转个身都嫌挤。可是这些烹饪专家要在里面同时操作6、7种厨具，还要确保在潜艇剧烈摇晃的时候，滚烫的油不会飞出来烫伤自己。说到摇晃，潜艇厨房的设计充满了巧思。烤箱门是用锁扣固定的，所有抽屉都有卡榫，放进烤箱的每一个锅都是密封的，以防止汤汁泼洒。油炸锅的深度达到35公分，据说即使潜艇倾斜25度，滚烫的油也不会溅出来。你想想看，25度是什么概念？那几乎就是你站在一个相当陡的斜坡上了。在那种角度下做菜，光是站稳都困难，更别说翻炒煎炸了。一艘潜艇上通常有6到8名烹饪专家，他们实行轮班制，24小时不间断工作。为什么？因为潜艇是全天候运作的，全艇分成好几个值班组，每组值班6小时，然后下来吃饭休息，再上去接班。这意味着不管是凌晨3点还是下午3点，永远有人刚下班需要吃东西。所以潜艇上一天不是3顿饭，而是4顿，早餐、午餐、晚餐，再加上一顿凌晨11点左右的宵夜。潜艇兵们叫它午夜口粮，简称 Mid-Rats。4顿饭，150个人，90天。算一下，这些厨师在一次部署中要制作大约 5.4万份餐点，而他们的工作空间比你家浴室还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做些什么菜。出海的头2周是黄金时期，因为这时候还有新鲜食材，新鲜的生菜、番茄、水果、鲜奶，这些宝贝只能撑2到3周。所以在头2周里，厨师们会卯足全力，变着花样让大家享受新鲜蔬果带来的幸福感。沙拉吧天天开放，新鲜水果随便拿，真正的牛奶每天消耗30到36加仑。这段时间的伙食，说是5星级饭店也不为过。然后第3周开始，画风突变，鲜奶是第一个阵亡的，它最多只能保存5天，撑到第2周就已经是极限了。接下来登场的是潜艇兵们又爱又恨的塑胶牛，那是一台奶粉冲泡机，吐出来的东西在技术上确实算是牛奶，但喝过的人都说那个味道怎么形容呢？就像是有人把粉笔灰溶在水里，然后告诉你这是牛奶。大多数人宁可喝白开水，也不碰那玩意儿。新鲜蔬菜是第2个阵亡的。当最后一片生菜被吃掉以后，沙拉吧就切换成了3豆沙拉和脱水高丽菜。接下来，新鲜鸡蛋也开始告急。没有蜡封的鸡蛋，大约2到3周就得用完，之后就只能靠蛋粉了。用蛋粉做出来的炒蛋，厨师们得使出浑身解数才能让它吃起来不那么像橡皮擦。到了第3个月，也就是所谓的粉末时代，基本上所有新鲜食材都已经消耗殆尽。牛奶是粉的，鸡蛋是粉的，蔬菜是罐头的或脱水的，肉类全是冷冻的。这时候有一样东西的地位会急剧上升，那就是辣酱。据说到了部署末期，辣酱几乎成了一种主要食物类别，因为它能让任何味道寡淡的食物瞬间变得可以入口。但即使在最艰难的粉末时代，潜艇上的伙食品质依然令人惊叹。这要归功于美国海军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潜艇兵的伙食标准是全海军最高的，每人每天的伙食预算比水面舰艇多出不少。原因很简单，你让150个人钻进一根钢管里，在水下待3个月不见天日，如果连饭都吃不好，你觉得他们的精神状态会怎样？你愿意让一群心情不好的人去操作核反应堆吗？所以海军的态度是，可以少睡觉，可以没有隐私，可以3个月不见太阳，但饭一定要好吃。好吃到什么程度？周6晚上是披萨和水牛鸡翅之夜，这是潜艇部队的传统。周日晚上是牛排配虾。每周还有一个意大利之夜，新鲜烤制的法式面包搭配千层面、意大利饺或肉酱意面。他们还吃蟹腿、春卷、中式五香鸡、法式洋葱汤，每天都有沙拉吧。至少在头2周是这样。有一艘名叫洛杉矶号的核潜艇，它的餐厅被艇员们亲切地称为
深海版斯帕哥。斯帕哥是好莱坞最有名的高级餐厅之一。想象一下，在太平洋底下200-300米深的地方，你坐在一个挤得要命的小餐厅里，吃着现烤的法式面包和龙虾，而头顶上方是几百米深的黑暗海水。这大概是全世界最超现实的用餐体验了。但在所有这些美食当中，有一样东西的地位超越了一切，那就是面包。由于空间限制，潜艇上不可能携带足够90天食用的面包，所以所有的面包都是在艇上现烤的。每天凌晨，当大部分艇员都在睡觉的时候，有一个人会默默走进那间小的不能再小的厨房，开始揉面、发酵、烘烤。这个人叫做夜间烘焙师。夜间烘焙师是潜艇上最被低估的英雄之一，他在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独自工作，烤面包、做蛋糕、做派、做肉桂卷。当凌晨3点，新鲜面包的香气开始通过潜艇的通风系统飘散到每一个角落的时候，那个效果是难以言喻的。你要知道，在潜艇里，你闻到的通常是什么液压油、胺类化学品的刺鼻气味，150个男人的体味、垃圾的臭味，以及各种机械设备散发出的金属气息。你不能开窗户，因为没有窗户；你不能出去透透气，因为外面是几百米深的海水。在这种环境下，凌晨3点忽然闻到新鲜面包的香味，那简直就像是上帝把一只手伸进了海底，轻轻拍了拍你的肩膀，说：别担心，一切都还好。有退役潜艇兵回忆说，那个面包的香味是他在水下90天里最接近家的瞬间。也有人说，你可以通过面包来判断一艘潜艇出海了多久。头2周有新鲜奶油面包，第3到第8周有冷冻面团做的面包和夜间烘焙师的杰作，最后阶段就只剩下夜间烘焙师从零开始做的面包了。但那反而是最好吃的，因为那是纯手工的。说到吃饭的规矩，潜艇上的用餐文化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世界。首先，艇上有2个完全不同的用餐区，一个是士兵餐厅，也叫餐桌甲板，这是全艇的心脏地带，嘈杂、快速、效率至上。用餐的时候，士兵们在走廊里排队，烹饪士官长会喊进4个，然后排在最前面的4个人鱼贯而入。里面有一个小窗口可以点特殊菜色，还有一个自助餐台，拿了食物就坐下。每张桌子坐6个人，其中1张是士官长专用的。你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吃饭，然后士官长就会开始喊：快点，我需要你的座位。15分钟吃完一顿饭，听起来很赶，确实很赶，但在潜艇上，时间就是空间，空间就是生存。那个小小的餐厅不仅是吃饭的地方，它还兼作教室和电影院。白天可能有人在这里上课，晚上可能在放电影。每场电影配备4台爆米花机全力运转。据说爆米花的消耗量取决于电影好不好看，好看的话一晚上能吃掉5大罐爆米花。另一个用餐区是军官餐厅，也叫舰长室或军官餐厅，这里就文明多了，有银质餐具，有坐下来慢慢吃的氛围。但军官餐厅也有自己的奇特规矩，比如说，如果你迟到了，你必须讲一个笑话作为惩罚，而最资浅的军官被称为公牛，他要负责全程的娱乐和气氛。至于宵夜、午夜口粮，那又是另一番景象。宵夜通常是午餐和晚餐的剩菜，再加上一些容易准备的食物，三明治、罐头、意大利饺、汤之类的。潜艇兵们给这些宵夜食物起了一堆让人喷饭的外号。鸡肉卷被叫做仓鼠或鸡肉奶油蛋糕，炸鸡排叫鸡肉冰球，罐头意大利饺叫死亡枕头。而那种用冰箱里所有剩菜炒在一起的大杂烩，则被亲切地称为火车事故。这些外号听起来很不正经，但它们其实是潜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与世隔绝、压力巨大的环境中，幽默感是维持心理健康的重要工具。给食物起外号，互相开玩笑，这些看似无聊的小事，实际上是潜艇兵们用来对抗孤独和压力的武器。现在让我们来谈谈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说厨师是潜艇上最不能得罪的人？首先，你要理解一个前提，在水下90天，你能获得的娱乐和慰藉是极其有限的。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空气，没有手机信号，不能和家人视频通话，不能出去散步，你的世界就是一根100米长的钢管
你每天看到的就是同样的150张脸，做着同样的事情。在这种环境下，一天中唯一可以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吃饭。吃饭不仅仅是补充能量，它是你的娱乐，你的慰藉，你的时钟。在潜艇里没有白天黑夜之分，你是通过食物来判断现在是什么时间的。吃到鸡蛋和薯饼，那就是早餐，就是早上；吃到汉堡和薯条，那就是中午。前美国海军潜艇军官曾经说过一句话，在核潜艇上，食物不再仅仅是燃料，它变成了你的娱乐，你的安慰，你的时钟。在这种情况下，厨师的角色就完全超越了做饭的人这个定义，他们实际上是这艘潜艇上的士气官。海军非常清楚一个道理，伙食差等于心情差，你绝对不想让一群心情很差的人去操作核反应堆，所以潜艇上的烹饪专家，他们接受的训练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很多潜艇厨师在加入海军之前或之后会被送到美国烹饪学院接受专业训练，没错，就是那个培养出无数米其林大厨的顶级烹饪学校。他们学的不是怎么打开罐头把东西倒进锅里加热，他们学的是真正的烹饪艺术，烤肋眼、牛排、龙虾料理，从零开始制作甜点，这些都是他们的基本功。然后他们要把这些顶级的烹饪技能搬进一个比你家衣帽间还小的空间里施展，用有限的食材、有限的设备、有限的空间，做出让150个压力巨大的男人感到幸福的食物。这种能力，说实话，可能比任何米其林3星餐厅的大厨都更令人敬佩。而且厨师的工作远不止做饭，他们还是营养师，要确保所有艇员在3个月不见阳光的情况下获得足够的营养。他们是后勤协调员，要管理那些分散在潜艇各个角落的食物库存，精确追踪每一罐头、每一袋米的消耗。他们是心理治疗师，要知道在什么时候推出什么样的食物来提振士气。比如说，当部署进行到一半，所有人都开始感到疲惫和厌倦的时候，厨师们会准备一顿特别豪华的半程庆祝餐，牛排、龙虾、精心制作的蛋糕，告诉大家你已经撑过一半了，剩下的一半也一定能撑过去。节假日更不用说，感恩节的火鸡大餐，圣诞节的特别菜单，这些都是厨师们花了大量心血准备的心理武器。在某些潜艇上，甚至有一个传统叫做军官之夜。在这一天，军官们会亲自下厨，为全体官兵做饭，通常是意大利菜、意面、千层面、开胃小菜，再加上自制的意式冰淇淋。这种角色互换不仅仅是好玩，它是一种信号，告诉全体官兵，我们是一个团队，没有谁比谁高贵。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在潜艇上得罪厨师的后果是什么？如果厨师不高兴，不是说他会在你的食物里做什么手脚，而是说他可能不会在你值班结束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餐厅的时候特意为你多留一份肉桂卷，他可能不会在你生日那天偷偷给你做一个小蛋糕，他可能不会在你最沮丧的时候在宵夜里多放一份你最爱吃的东西。在一个连辣酱都能成为硬通货的世界里，一个愿意为你多做一点的厨师就是你最有价值的朋友。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聊聊潜艇上的食物经济学。在水下90天，食物的稀缺性会随着时间不断增加。头2周的时候，大家可能还会挑食，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但到了第2个月，每一样食物都变得珍贵。到了第3个月，某些食物的地位会飙升到近乎疯狂的程度。花生酱就是一个例子。在潜艇上，花生酱永远是抢手货。有一位前潜艇艇长回忆说，他自己最爱吃花生酱配番茄三明治。问题是，一旦艇长开始疯狂吃花生酱，全艇官兵就会跟风，结果花生酱的消耗速度直接翻倍。更惨的是，有一次某艘潜艇带的是海军自有品牌的花生酱，而不是官兵们最爱的某款颗粒花生酱。据说那次事件差点引发了一场小型叛变。汽水是另一个敏感物资，大多数潜艇上都有汽水机，用糖浆和碳酸水现场混合。在那个无聊到极点的环境里，有些人一天能喝15杯汽水，尤其是在安静的夜班期间。但糖浆是有限的，所以长时间部署的时候，汽水机通常是第一个被关闭的设施。
之后大家就只能喝冲泡果汁和速溶冰茶了。而且这些含维他命 C 的果汁还顺便解决了坏血病的问题，这个困扰了海军数百年的老问题。鲜奶消失之后，咖啡成了最后的堡垒。大多数军舰已经改用速溶咖啡了，但很多潜艇坚持使用现磨咖啡豆。这是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可以失去阳光，但不能失去咖啡尊严的态度。代价就是咖啡豆在潜艇上是最占空间的物资之一，和面粉、糖并列。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叫做流行传染。由于潜艇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一旦某个人开始迷恋某种食物，这种迷恋很容易传染开来。有一次，某位艇长突然爱上了一种叫做糖的橙汁饮料，结果全艇上下都开始猛喝，糖几天之内就把整个部署期的库存喝光了。从此以后，补给军官在规划食物清单的时候，都会把意外流行风潮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潜艇上的垃圾问题。因为150个人吃3个月的饭，会产生多少垃圾？答案是非常多。在水面舰艇上，有些垃圾可以直接扔进海里，但在潜艇上，你不能随便往外扔东西，因为任何从潜艇排出的物质都可能暴露你的位置。别忘了，核潜艇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隐蔽。你如果在深海里一边前行一边往外丢垃圾，那就等于一边隐身一边放烟火，完全违背了潜艇存在的意义。所以潜艇上有专门的垃圾压缩设备，可以把食物残渣压缩 90% 的体积。压缩后的垃圾块被储存在专门的隔间里，等到潜艇返港或者在安全的时候才处理。铝罐被压扁单独存放，纸板和塑胶包装也要经过压缩处理。整个垃圾管理系统必须在绝对安静的状态下运作，因为任何噪音都可能被敌方声呐侦测到。你能想象吗？在这艘潜艇上，连处理垃圾都是一门需要静音的艺术。讲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帮大家建立一个更完整的画面。一艘核潜艇到底是怎么养活自己的？首先是动力，核反应堆提供了几乎无限的能源，它驱动蒸汽涡轮让潜艇移动，同时也为艇上所有系统供电。一次装填燃料可以使用10年甚至20年以上，所以燃料绝对不是问题。其次是氧气，潜艇通过电解水来制造氧气，核反应堆提供电力，淡化装置把海水变成淡水，然后电解装置把淡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氧气被释放到潜艇的空气中供人呼吸，氢气被排出，同时专门的二氧化碳洗涤器会吸收人们呼出的二氧化碳，防止它在封闭空间里积累到有毒的浓度。然后是淡水，潜艇通过反渗透和蒸馏的方式把海水净化成饮用水。有些潜艇每天能生产上万加仑的淡水，足够饮用、烹饪、清洁和冷却设备之用。所以你看，动力、氧气、淡水这3样东西潜艇都能自己制造，唯独食物不行。你不能用核反应堆变出一块牛排，你不能电解海水变出一条鱼，你不能用反渗透膜过滤出一颗鸡蛋。食物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必须从陆地上带下来，一旦吃完就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核潜艇是被食物拴住的巨兽。它的核反应堆可以跑20年，但它的冰箱只能撑3个月。一旦冰箱见底，不管任务完成了没有，你都得回家。这也是为什么潜艇上的厨师地位如此特殊。他们管理的不仅仅是伙食，他们管理的是这艘潜艇能在水下待多久的时间线。他们的库存管理能力直接决定了任务能否完成。如果一个厨师在计算上出了差错，导致某种关键食材提前耗尽，那就意味着部署后期所有人都要吃单调的食物，士气崩溃的风险急剧上升。但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厨师足够聪明，能够精确计算每一餐的食材用量，在保证营养和口味的前提下，尽量延长食物的使用寿命，那他就能为这艘潜艇多争取几天甚至几周的水下时间。几天时间对于一艘执行秘密任务的核潜艇来说，可能就是任务成败的关键。现在我想把镜头拉近，带你体验一下潜艇厨师一天的日常。凌晨4点，当大部分艇员还在狭窄的3层铺位上翻来覆去的时候，第一班厨师已经走进了厨房。他接手夜间烘焙师的工作，同时开始准备早餐。他要在2小时内做好足够150个人吃的早餐，炒蛋、培根、
薯饼、煎饼或华夫饼，还有夜间烘焙师留下的新鲜面包和肉桂卷。早上6点，早餐开始供应，士兵们排队进入餐厅，4个一组，快速拿食物，快速坐下，快速吃完，快速离开。整个过程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早餐结束后，厨师们立刻开始准备午餐，同时还要盘点库存，记录消耗，计算未来几天的菜单。午餐可能是汉堡、热狗、浓汤配三明治，或者是某个主题之夜的前菜。午餐结束，又是一轮清理和准备，然后是晚餐。晚餐通常是一天中最丰盛的一顿，可能有烤肉、意面、炖菜，配上新鲜烤制的面包和甜点。晚餐之后，夜班厨师接班，准备宵夜、午夜口粮，同时夜间烘焙师也开始了他的独角戏，在寂静的凌晨为明天准备所有的面包和糕点。就这样，日复一日，90天。在这个过程中，厨师们面对的挑战远远不止做饭本身，他们要应对食材从新鲜到冷冻再到罐头的不断退化，他们要想办法用越来越单调的原料做出有变化的菜色，他们要管理150个人不同的口味偏好，有人爱吃辣，有人不吃辣，有人因为宗教原因不吃某些食物，他们还要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比如烤箱突然坏了怎么办？冷冻库温度异常怎么办？任务延长了，食物不够怎么办？有一个故事特别能说明厨师的重要性。有一次，某艘潜艇上发生了一场电气火灾，导致热水系统故障，洗碗机和其他厨房设备全部停摆，整整3天，全艇官兵只能吃纸盘子上的三明治，不能洗热水澡。那3天的士气低落程度，据说比任何一次作战训练都要严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在极端环境下，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会被无限放大。一顿热腾腾的饭菜，在陆地上可能只是日常，但在深海几百米的钢管里，它就是支撑150个人精神世界不崩塌的最后支柱。最后，我想说一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细节。退役潜艇兵们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在水下90天，你最想念的是什么？最常见的答案不是家人，因为想念家人是每一刻都在发生的事情，它太痛了，反而被潜意识压抑了。最常见的答案是新鲜空气和阳光，但第二常见的答案是什么？是凌晨3点，通风管道里飘来的那股新鲜面包的味道。那个味道代表着什么？它代表着在这个与世隔绝的钢铁世界里，还有人在你睡觉的时候默默为你工作。它代表着明天醒来，你的餐桌上会有新鲜的面包等着你。它代表着即使在地球上最孤独的地方之一，你依然被照顾着。这就是核潜艇厨师的力量。他们不操作鱼雷，不驾驶潜艇，不管理核反应堆，但他们用一锅汤、一块肉、一条面包，守住了150个人在深海中最后的温暖。所以下次你看到那些炫酷的核潜艇纪录片，镜头扫过那些气势磅礴的导弹发射管和闪烁的仪表盘时，请记住，在这艘钢铁巨兽的某个小角落里，有一个比你家浴室还小的厨房，在那里面站着几个你永远不该得罪的人。他们的武器不是鱼雷，是锅铲；他们的战场不是深海，是灶台；他们打的不是敌人，是150个人的为核心，而他们每一天都在打胜仗。